中国一路开房车到法国，然后我们现在离蒙娜莎这么近。自驾欧洲的旅游签证只有90天，在签证快到期的时候，我们在巴黎找律师续签，结果续签失败，车留法国，人得回国。我们在巴黎的最后几天，还好有当地朋友的帮忙。我们停在这个路边休息，转头一看，这是谁的包被抢了之后扔在这里了吗？今天我们去找当地观众呀，他就住在巴黎附近嘛，比较安全。法国买了3个月，送给我们的朋友。好，现在我们要去他们家撸狗。它的热情会持续大概5分钟左右就好了。啊，开始了，亲情时刻。它太强壮了，我有点怕。用一袋零食换来了短暂的摸摸。OK， 好，你有你的沙发。他回到他的沙发了。哇，它这个厨房还有一个咖啡机。你看这个房间的客厅，这是一个66平的房，它的客厅加上这个厨房有这么大哦，而且这个风景也挺好的。它这个算是在一个富人区的附近，它这个院子也挺大的。然后这个房子的物业费加上税费每个月是300欧，其实挺划算的。然后这一套房子价格还可以，就2万多人民币一平，在巴黎附近。干湿分离的洗手间，哇，你看它这个景真不错。警察局就跟这隔了一棵树，所以非常安全。然后这是他打游戏工作的地方，各种乐高就在这里放着。家里养了1只狗，2条流浪猫，哇，好讲究啊！你还放2块巧克力，我一直想买那种机器。这个做浓缩咖啡，就是把这个咖啡沫往上一摁一打，它就可以把这个咖啡萃取出来，比较香一点，也比较纯。猜我在这里发现了什么？一只还没有出柜的猫。开始了，开始在人家里玩游戏了。哎呀，哎呀！这太沉了，它也。现在去吃炸鸡，这是一辆 Mini Cooper S， 这个空间坐起来感觉还挺大的。我们来尝一下，回去吃饭。买了好多炸鸡。这一堆炸鸡得多少钱？很便宜，35的。哦，下面有一个虎视眈眈的。The next day， 在法国第3天，早上开始下雨了。昨天我们就房车停在这里，这个小区呢还算是比较安全的。但昨天有个人呢停着机车就在这个位置，我们这窗户不是开着了吗？他就在这里，发现里面有人，大概待了一会儿他就走了。法国这个治安问题啊确实是比较差，但是它是分区域，有的小区呢像这个地方，它法国人住的比较多，它就几乎没有这种小偷啊。又来别人家了，又是鸠占鹊巢的一天。为什么是就？今天我们要去逛巴黎卢浮宫，因为昨天晚上有被凝视到，所以今天我们把车停到了警察局旁边。把车停到警局出来转，放心多了。我们现在去吃饭，现在是巴黎的日韩区，这里应该是巴黎比较富的地方，因为我们刚刚过来看，好多停车都是很好的车那种。同样的，这里肯定会有一些扒手，所以要注意安全。说是这家很火，这家果然是2点多还在排队，亚洲人居多，也有很多本地人。看，不愧是我们吧，过来排队吃个饭，还下雨，主打一个天气之子。看这个自行车，为了防止被偷，他把座椅都拿下来了。中文菜单呢？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好多法国人觉得日本是中国的一部分。菜单印这么大一个中国国旗。然后它的前菜是炸鸡、豆腐，还有米饭。啊，它这个好像粽子，粽子加鸡肉。但是粽子是糯米，它这个不是。鸡肉很嫩，有汁水，然后脆脆的。日料的好处就是不用给小费，是吗？不，在法国就没啥。啊？还是说你们已经上过当了？我们已经给过好多次小费了。我选的是天妇罗拉面，虾的味道还挺重的，好吃的拉面的味道。这是他们的特色乌冬面，是柚子味儿。我之前在广州待了1-2年，就经常吃乌冬面。这个柚子味的是我吃过比较好吃的乌冬面了，它配着那个牛肉会有一种水果的清香，值得你冒雨排队吧？对，值得冒雨排队。这个卢浮宫的入口还有中文的，我们现在就在卢浮宫的金字塔下面。这个呢是秘密通道，是我们的朋友找到了一个快速突破进入卢浮宫的，就不用排那么长的队。他们这边有各个国家的这个游览图，这是中文的，可以看到蒙娜丽莎，看到了中国的赞图在这里。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大的金字塔的下面了，下面埋着的是抹大拉圣母玛利亚，当然它只是一个小车了。当时我看那个电影，我真的觉得这里非常的神秘。进来之后发现原来它是一个买票的地方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正式的进入卢浮宫里面了，从排队到门票只要10分钟。哇，这里好多古希腊雕像哦。对，是真的雕像吗？个个都是真品。哇，他们这边这个古希腊文物就这么放着，然后也没有任何防护，没有玻璃，也没有栅栏。我们一进来看到好多人，我说这应该是什么了不起的呢？啊，竟然是断臂的维纳斯。断臂的维纳斯，看到真迹了。
哇，这个穹顶真是很富丽堂皇。你看希腊的雕像，用大理石把这个布啊、肌肉的纹理啊、手啊雕刻得非常好。他是戴了一个面纱的，你们能看出来吗？我现在要去看蒙娜丽莎。你看这个蒙娜丽莎都过去多久了，依然热度不减当年呀！除了蒙娜丽莎，所有的油画基本上都是没有任何防护，距离蒙娜丽莎真的好近。你会发现各个角度蒙娜丽莎都是不一样的，而且她眼神一直是盯着你，主要是这里的氛围会让你感觉这个画更美。从中国一路开房车到法国，然后我们现在离蒙娜丽莎这么近，真的是好开心，就好多人在这排队啊！我们大概就看了不到1分钟就出来了。我还记得好几年前，我跟全都一起看了那本《达芬奇传》，就是在介绍达芬奇，然后还在介绍他的蒙娜丽莎。当时还看了很多网上的传闻，说他画的是自己的自画像，然后说蒙娜丽莎是某个富商的情妇，然后说蒙娜丽莎的那个画作细节处有一个魔鬼的画像，就是有很多众说纷纭的传说。都市传说，对，就让它变得非常的神秘。我们也在想，为什么它会成为达芬奇里面非常有名的一幅画呢？有很多的娱乐属性在，然后大家觉得更通俗易懂，能够去观看它。其实很多达芬奇的其他作品比他这个要更有名，但就蒙娜丽莎特别的火，一直火到现在。这个八卦绯闻是多么的重要啊！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，这是之前我们在历史教科书上看到的《自由引导人民》这幅画。它的作者是保罗·罗巴罗什，画的是一个年轻的基督教女子死在了河里面。他画出的这种明暗之间的感觉，哇！像我们这种不是很懂绘画的人，也可以看出来这个是一个很美的画。说这只野猪有点像他们家的狗。这是卢浮宫里的纪念品店，他们甚至还有埃及的手办。就在埃及你看不到文物，在他们这里都有。他们去埃及扫货的时间比较早。我现在出来了，过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玩的。再逛逛街。现在就找点喝的吧。啊，卢浮宫好大呀！这边依然是比较好的区，还是富人区没有感觉。这个是 LV 的店，然后呢，它是草间弥生品。听说是等这个艺术家挂了之后，它这个楼能升值啊。看这个楼还挺有意思的，原来它是一个艺术家的工作室。这是一个巴黎当地很有名的艺术家，在巴黎各个位置会放一个这个马赛克的拼图。说是这里可以喝，但是呢，看着这个脏乱差的地面，不太敢喝。他有想到有一天自己会掉到灯泡吗？这边可乐是1.8欧一瓶啊，这个有点不一样，它是意大利可乐，味道都一样。这还有卖意大利的春卷。越往西欧走，他们这边食物就越丰富。这里面是一个奶油，然后很多的这种煎煮。刚才这边喝了点可乐，歇了一会儿。这边气候就是上午热，下午来个冰淇淋。它的冰淇淋就是这样的一个花，然后一个冰淇淋是5.3欧。它这个冰淇淋是这样子的一个花的样子。哇，这个奶味儿好足啊！芒果没有奶味儿，但是芒果味儿特别足。哦，我知道怎么形容它这个奶油味道，它是杏子。它这个奶油味儿的冰淇淋里面有杏仁，吃起来有种坚果的味道。这里好像是一个集会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误入了，但是人家放我们进来，我们进去看一看。震得我耳膜心脏上岁数了，可能就是刚刚那个地方，它是一个年轻人的集会，大概都是15、16、7、8那种小年轻。里面呢有维持秩序的安保人员，但是一进去就是一股浓烈的那种大麻味儿，就受不了，赶紧出来了。这条街就是各种什么商铺啊，然后房地产啊这种的。这个在法国巴黎买一个80平的房子是122万欧元。现在我们要坐地铁了。要是没有熟人带着，我是不太敢坐这里的地铁的。什么？这个地铁票还可以用微信呢？一张地铁票呢是2块1欧，然后你可以不出地铁站，在里面坐1天的地铁，如果你愿意的话。这里呢是巴黎的地铁1号线，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现代化的，所以说感觉没有那么吓人。平安无事。今天最后一站，这里游客还挺多的，就是大家都知道这里小偷很多，但是呢，就是人很多，阻挡不了他出来这里玩的热情。对。然后我们刚才体验了一下地铁，刚才看到有人投票了，那个男生就是身手矫健，一个高跳跃，然后就迈过去。再一个就是这边禁枪，但是想持枪也是有办法的，就是考证啊，可以有那种小手枪。掩面悲伤。哦，日落了，还是很惬意的。这个就是法国战神拿破仑缴获这个敌方国家大炮铸成的这个铜柱。所以为什么这里会有大本钟和英国女皇呢？
他随机在这些街道埋的彩蛋是吗？平安的回到了车上，回来之后车非常好啊，没有任何问题。The next morning， 今天呢，我们继续探索巴黎，但是呢，不一样是我们直接坐地铁。你觉得买票的人在多数还是在少数？多数。逃票是有代价的。票不要收。哇，真是脏乱差哦。即将通过巴黎这边非常乱的一个地方是93省，我们可以坐小火车感受一下。刚刚我们在这坐车，有一个黑人小哥逃票，就被这边的工作人员查到了，查到之后就让他交罚款，然后他说他没有钱，没有钱就被赶下去了。被赶下去之后呢，这个小哥非常嚣张，就对他们开始叫嚣，开始骂。骂完之后呢，就淡定的等着下一辆车。然后这边被罚呢是要被罚50-60欧元，差不多吧，一张票是4欧元。刚刚这个小孩上来要钱，然后要到钱之后下车就是嘿嘿，终于有钱买吃的了。涂鸦越多，是不是代表这里越混乱呢？这里单纯就是混乱，跟涂鸦没关系。朋友告诉我们呢，过这些比较乱的站，一定要把东西收好，警惕一下四周，就问题不大。你看啊，地铁就过那么几站路，就从一个特别混乱的区域到这么一个富人区，他们达成一种微妙的平衡。据说只要这个艺术家在哪儿墙上一画，这地方就升值。老铁靠谱啊！这个朋友帮我们要到了2张奥赛美术馆的通票，主打一个快速通过，不用排队。就法国送美国一个，美国又送法国一个。哇，这个奥赛美术馆也很壮观哦。这边美术馆也是啊，没有任何防护。一般这样的脚型，它是一个美女。它这个包，很现代对吧？对啊，好现代啊！只能说时尚是个轮回。罗丹的《地狱之门》。哇，好细节啊！每个人物都是一个故事。现在我们看的呢，属于印象派的画。他的画呢，不是那种写实，就是给你画的事无巨细，让你觉得像看照片一样。它其实呢是一种光影的结合，你远看它会有一种很有意境的感觉。你们看这个女生，她没有很瘦，但是她好美。都是莫奈，表达了不同的心境啊。这幅呢就是大名鼎鼎的睡莲了。这个画的配色我好喜欢啊，就感觉像是我偶然间在一个很漂亮的沙滩看到了日落的感觉。这些都是法国呀、欧洲啊一些非常著名的画家在这里做的画。主要呢这一层就是印象派为主。我虽然不是那么懂美术啊，但是走在这里的感觉，看到这些啊，感觉还是挺美好，就很放松。我们现在到了高更的展馆，就是毛姆的小说《月亮与六便士》的原型。一个很有钱的名流，一夜之间突然就觉悟了，就觉醒了，想要去画画，然后开始了很悲惨但是很有传奇色彩的一生。所以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选择地上的六便士，还是去遥望你心中的月亮呢？暗示投币。高更的画呢，最高可以拍到3亿美金，是可以出售的。这个呢是他搬到大溪地之后的创作。我觉得高更的人生也是充满了传奇色彩的，就感觉这些画家很多都是死了之后他的画作很出名。当然，除了一个人，就是毕加索。毕加索就是一个活着就已经赚很多、活得很好的一个艺术家。这边呢是一个雷东的画家画的，他画的这个画呢，它的色彩和它的那种感觉特别适合放到旗袍上面。他们那一代的画家呢，也会受到日本的浮世绘的影响，你会发现他的画作有一些东方的元素在。接下来到我们非常喜欢的梵高的展览了。莫奈跟梵高都是我非常喜欢的印象派的画家，我觉得他们很棒。你看它这个比较贵的画，就有一层玻璃保护着。我们现在呢在梵高的展厅，你们知道这个世界上临摹梵高画作最多的国家是哪个国家吗？是中国。在中国的一个南方小镇呢，有一个地方，他们专门呢是去临摹梵高的画作卖到世界各地的。对，现在还有他的纪录片呢。当时的那个条件呀，他收到了梵高的那个画作的照片和一些记载，然后这个人呢，他觉得自己非常有信心，画的是100%看到原画之后，他发现自己画的完全不一样。然后他哭了。除了画画上面的偏差，还有就是创造者跟理念的不同。虽然他们这样是谋生的方式嘛，但是会发现艺术家跟临摹者的区别其实也挺大的。这个配色真的很少女。这个女生被雕得很美，就是让我觉得她的眼球里面是有光彩的。哇，这个画好立体啊！我甚至能感觉到她的纵深。这幅画呢叫《花之骑士》，它讲的是向着崇高理想迈进而抵抗诱惑的这个画作的故事。就是唐僧在女儿国的经历。听说呢，这里是世界上第1个百货商场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，我们可以进去逛一逛，我还挺好奇的。
来贩卖超市买几杯果汁。这个现榨的石榴汁是1.5欧，它这边是法国鹅肝，这个鹅肝是32欧元，240多块钱一盒。这个是他们吃早饭抹面包用的。像他们这种果酱呢，就是纯天然的，就上面写着 BO，8欧一瓶吧，64人民币差不多吃2个早饭吃完了。哇，居然有专门的一条这个亚洲小吃街，这个店上面写着小偷猖狂，请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物品。我天哪！久违的中文菜单啊，叫酸辣美鸡，凉菜超有嚼劲，好香啊，真的是家的感觉。这是我们最喜欢吃的干锅，我感觉跟乐山那个味道挺像的，烤得很焦，然后肉很嫩。好，我们点了5道菜，4个硬菜，1个青菜。就是这边菜的分量特别多，非常正宗。现在回去了，坐这边地铁慢慢坐习惯了，就是小心一点，把包放前面。就是这个地铁的味道是不是很像鲨鱼肉？就一股尿骚味儿。尽量不要在门口有坐就坐，然后没坐的该往里走。这一站怎么说危险吗？还是也是个火车站，所以人多。这里真的好热，这里的地铁有空调吗 ？Later， 我们大晚上出来绕圈儿，因为这里没电了，这边没有合适能充电的桩子。3个中国人开着中国牌照的房车，在夜里的巴黎街头狂奔。I have some friends right now in China. It's Chinese bike. Yeah, Chinese. Yeah. That's why that's very rough. OK 啊，可以了，已经是可以的意思了。试一下。昨天买了法国当地的鹅肝酱，这是他们加面包用的，看看味道怎么样。哇，这个鹅肝加面包这么好吃，很浓郁肉馅的面包酱。我们的下午茶时间，竟然还贴心的给我们准备了小甜品，哇！让俺试一下这个蒙蒙哈塞，这个柠檬塔蛮好吃的，酸酸的。它这边的披萨店都是这种炉子烤的，一个披萨大概是12到14欧。它闻到了披萨的味道跑出来了，汉堡味儿。啥汉堡味儿的？还有这种说法？肉饼、西红柿加上芝士酱就是汉堡味儿。就是披萨作为欧洲的传统美食，再加上汉堡也是这边的主力菜，它俩一结合，味道还真的挺好吃的。哪有味儿觉得？我觉得这个汉堡味儿好吃，因为这个鱼啊干干的，没有那个鱼鲜嫩的口感，就只剩下芝士和这个番茄的味儿。汉堡味儿的真的是很特别又很好吃啊！正吃着披萨，得知续签失败了，只能买机票回国再办签证。车放在朋友家的院子里，我们把车呢就停在这里了。感谢硕导胖儿啊，我们办完续签回来接你啊，乖乖在这里等着我们。结果到土耳其转机竟然误机了，但好在土耳其的机场提供了免费住宿和免费换航班，感兴趣的扣个1，可以细聊免费这个事儿。航班延误了，我们错过了回北京的航班，但是伊斯坦布尔竟然有免费的酒店给我们住，我很好奇什么样。来看一下我们免费获得的房间。出乎意外的好啊，据说是这边的5星级了算是。然后它还有免费的早餐、午餐和晚餐，你说这是不是还行？真的是福兮祸所伏，祸兮福所倚啊，朋友们，累了睡觉。在伊斯坦布尔1日游之后，我们回国了，希望再回巴黎的时候，小白胖没事儿。